么小的空间里面生活，其实是不太容易的，也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形态，而且可能也许需要一些断舍离。我们自己要问自己，我们最minimum 最基本的我们需要的东西是什么？而且因为空间狭小，所以里面其实充满了空间利用的创意。所以各位有没有注意到，在前面的视频里面，其实都没有浴室，也没有马桶。可是这么重要的生活功能要如何处理呢？所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曾经想象过，开这样的车出去旅行？那你觉得你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呢？请在下面留言。那我来这里跟各位分享，在拼装的过程中，在这个想象的过程中，我觉得如果我要在这样的车子上面生活的话，对我来讲，什么是最基本需求的？那我希望它的功能有些什么，也我能够接受的程度到哪里？所以以下是我的想象。所以第一个呢，我先讲洗澡而言。其实我看过很多 YouTube， 大家介绍各种不同的非常有创造力的方法，就是怎么解决洗澡的问题。当然，从比较豪华的其实是自己有浴室的，到是完全没有的。可是他们其实很多人有一些非常巧妙的空间设计，可以这个空间平常可能是做什么，可是如果需要洗澡的时候拉一个帘子起来，就可以在里面做很简单的洗简单的澡。或者是有人说，你就可能去租露营地，那在露营地有些露营地呢，它会提供热水。那当然呢，也有人说就去拜访朋友啊，在朋友家可以洗个热水澡，顺便洗衣服，所以就有各种不同的选择。那我个人觉得说，其实，在洗澡方面呢，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没有很大的要求，我觉得可能一种简单的临时性的，能够洗个简单的战斗澡之类的，我个人就应该会觉得蛮满足了。第二点是厕所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的问题。那厕所呢，这个同样的，如果是比较高级的，它是有冲水马桶的。那冲水马桶的问题就是，其实我们平常住在家里都没有想过，它是其实就到下水道，这个是污水需要特殊分开来处理的。可是你在一台车子里面，所有东西都要在自己的车子处理，这怎么处理呢？所以一般而言呢，如果有这种抽水马桶的，你就有一个叫 black water tank， 所以就是你的污水。可是这个污水呢，它就装到你抽水冲马桶之后，它这些废弃物就到这个桶子里面。可是这个桶子需要处理的啊，它必须要去 dump station， 就是要固定的地方去把它倾倒。所以说它的挑战是必须要在固定的地方去倾倒，不是可以随便倾倒的。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问题。那我也看了很多网友分享啊，其实这个马桶的问题呢，它也有很多的选择。可能有人最简单，我看过很多人介绍，就是用一个桶子，用一个桶子。到有人说，用桶子啊，或者是加那个猫砂，因为要除异味。到有的是用bio toilet， 就是用一些化学的组合成分让这个异味去掉。也有一种叫做甚至到$1000的叫做 compost toilet。compost 这个字就是堆肥的意思，所以它是用一种化学的反应非常环保的方式呢，去处理这个粪便的问题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今天问我的话，我觉得我个人，因为如果是1号的话还简单，很多卖场啊、国家公园都有厕所，1号容易解决。就是2号的问题比较有点困难，所以我现在是觉得，我还是可能希望要有一个 compost toilet， 一个 compost 的马桶。我觉得因为它比较环保，而且比较不占空间。但是呢，它即使是所谓的 compost 环保，它里面的东西呢还是需要处理的，但是相对上来讲呢，稍微容易一点。所以现在呢，我的喜好可能是觉得我往这个方向走。第3个我在考虑的呢，就是关于它电的来源。我们现代人好像没有电都活不下去啦。那手机要充电啊，电脑要充电啊，看电视要充电，洗澡要充电，什么东西都要充电。那这个
这房车这一点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令我困扰，而且继续在研究的方面，就是它的电源有好几种不同的来源。它有车子在开动的时候，那个烧那个汽油，它可以产生一些电，它有发电机也可以产生电，它有太阳能也可以产生电，或者它是有瓦斯，像我们今天拼装的那个福斯，它有瓦斯，它也是可以产生能源。所以说很多的露营车，它其实是各种不同的合并体，譬如说它是瓦斯炉，所以它是烧瓦斯的。可是如果你要洗热水澡，它那个电源可能是譬如说是太阳能的，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讲还在继续研究中。但是个人可能比较倾向喜欢绿能源、干净的能源，所以说如果能够越多的是有太阳能的，然后再加上几个锂电池，这可能是我比较倾向的方向。但是当然就是要太阳能板啊，要锂电池这些的，都是一些就是会让这个配备要升级，那价格当然也就是要升级啦。第四呢，就是关于睡觉的空间，因为我个人其实对睡觉空间要求并不是很大，虽然说如果有人打呼的话，我是觉得睡不着的。所以说很多我曾经看过，有房车的设计，它是2个单人床，其实我比较喜欢这种设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我只需要1张床，那另外那个单人床的空间呢，我觉得可以把它重新再利用，可能把它重新设计成工作空间，所以因为我对睡的空间并不是这么要求，所以可能这是我比较喜欢的方向。第5点，我也会考虑到收纳空间，因为毕竟我的想象是长期住在车上，跟很多朋友们周末出去放松，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。我毕竟要把我所有的家当都放在车上跟着我走，所以说我对于这个收纳空间会有所要求。那毕竟空间狭小，所以怎么样子能够很有创意的，能够一个空间能够多种利用，然后并能够很整齐的让我可以有比如说私人的用品啊、厨房用品等等能够分类的整理好，这个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。第6点是最后一点，就是那我到底喜欢长得什么样子的房车呢？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是蛮向往那种前面开一台卡车，然后后面拖着一个那个小小的很可爱的，因为我觉得说机动性比较好嘛。那如果你到了地点之后，你就可以set up， 然后你就可以开着前面的卡车去，比如说去国家公园玩啊，或者是说进城里面采购日常用品等等，感觉它机动性很强可是呢，后来又考虑到，其实我从来没有开过，就是说后面还要拖一个东西的，而且就是它这样加长了整个车身的距离嘛，长度，所以说我不是很确定，就是比如说换车道啦，或者是倒车入库啦，我觉得那应该蛮挑战的。那而且还有网友呢就提醒，就是说尤其是女孩子一个人出去，如果一个人出去旅行的话，她就提醒说，有时候我们可能譬如像类似车泊的概念，就是叫 dry camp 和 boondocking 你停在一个地方，然后没有水、没有电这样子。那有时候可能也许你会觉得说，在这个地方不安全，那想要离开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是拖着一台车，还要去 set up， 把它重新跟你的车连接，那这整个过程就会花费时间，可能就不够激动。所以说，有些网友就建议说，考虑到安全性的话呢，最好就是一体成型的一台车。那如果你觉得不对的时候，你可以马上就开走，这是一个想法。所以说，考虑到价钱啊、功能性啊，里面有很多的变数。但是现在基本上呢，我是比较倾向，就是一整台，然后大约20英尺左右长度这样子的大小呢，可能对我来讲是比较合适的。好啦，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很特别的房车介绍，然后也分享了我自己对未来房车的想象。那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，你的想象对你来讲什么是最基本的要求，什么是你绝对不能放弃的。有时候想想，我们其实好像拥有的很多东西，可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？
在想象如果这样子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改变的时候，真的让我重新去开始好好的反思，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吗？对我来讲，真正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好啦，那我们下次见喽。